所以我们现在盾阵营要派出下一位表演的演员。这位朋友在上一轮比赛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他外包工作的经历，现在对职场他仍然有话要说。掌声有请侯志远。哎，Hello， 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好啊！我叫侯志远，我平时还在上班，今天是请假过来的。我真的很希望能够保住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不想再面试了。我就感觉现在企业面试的花样越来越多。我之前找工作参加过很多的面试啊，然后所有面试形式当中，我最讨厌的一种叫群面。这个名儿就很奇怪，我第一次听还以为要在微信群里面。我说群里怎么面呢？是抢红包吗？群面还有一个名叫无领导小组讨论，这个名就更怪。无领导，哪个小组讨论？哎，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啊，反正我们无领导基本都是讨论领导。群面会给一个题目让大家小组讨论嘛？我参加那场群面是10个人一组，10进1，不如抢红包。这个淘汰率特别容易激发出人性的那种阴暗面。我特意查了那个群面的考察重点，首先是团队合作，你不能轻易的反驳别人。所以听到有一些人为了表现自己在那胡言乱语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你在狗叫什么？但这个话到了嘴边就变成了我认同他的观点，并且有所补充。这个技巧叫 yes and， 翻译过来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其次就是领导力也很关键，所以整个面试过程中大家表现出来的是我要积极融入这个团队，心里想的都是我要尽快接管这个团队。什么无领导小组讨论，我领导小组讨论，场面很乱，就特别像一群狗在抢一个骨头。我群面最怕碰到的就是那种特别急于表现自己的队友。当时我们还在会议室里等面试官来，我旁边那哥们儿表现欲就已经憋不住了，凑过来问我说：“哎，小侯，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哪个学校？”我说：“咱都群面来了，哥们儿，都是来当狗的，怎么你就非得问我的品种？”我就没愿意搭理他，没想到周围的人纷纷开始自报家门了。啊，我是交大的，我是北航，我北理工，谁问你们了？但我一听坏了，朋友们，都是品种狗。就我一个2本土狗啊！提问那哥们儿更狠，清华的。我说这里怎么还有狼啊？这里。就这个狼哥最能显，问完学校又开始问我们的实习经历，我是越听越难受。他们都在大企业里边实习过，朋友们，我是在东北一个县城里上的大学，我们那儿就没有什么实习的概念，最多叫勤工俭学。我也是那天才知道，提前实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为孔子说过啊，要学而时习之。那个意思就是学完你得实习呀。我就没听孔子，学校也不太好，所以一直就没说话，这样就没有人知道我是土狗了，他们都以为我是酷狗。那个面试官来了才是正式的自我介绍，哎呦，场面就更乱了，人人都想被面试官记住，所以普通的介绍就根本没法被记住。但有一个同学的自我介绍啊，令我终生难忘。他说：“我希望用3种颜色来介绍我自己，我有红色一样的热情，黄色一样的创意，而我的底色是象征同理心的绿色。”我听他介绍完，赶紧组里10个人就剩9个了，因为他在装灯。他装的还是那种交通灯。他介绍完，全场都安静了，都被他的热情镇住了，谁也不敢动。红灯亮了，
我那场群面的题目很大胆，问：假如你是唐僧，西天取经要从6个徒弟中带走3个，你会带谁？这6个人分别是吕布、李逵、林黛玉、郑和、牛顿和瓦特。问你会带哪3个？为什么？我说我也想问呢，为什么呀？我原来的团队呢？我猴哥呢？关键这帮人都不是一个系统的呀。我怎么取经队伍现在还在借调的了吗？啊，我是唐僧，你们是选调僧是吧？这题咋答？哎，狼哥都沉默了，交通灯也受挫了，他那个代表创意的黄灯都停止闪烁了。哎，怎么选呢？我要是选吕布、李逵、林黛玉，4大名著出了个核定本。关键吕布喜欢背刺主公，李逵只对宋江效忠，就林黛玉一个靠谱的，还老请病假。没人能送我取经，但是都能送我上西天。那我选那个郑和、牛顿和瓦特，感觉唐长老不想上西天了，想下西洋了。给郑和配2个大发明家，我就感觉大航海时代要开始了。我们开着蒸汽机船直奔大雷音寺，然后如来佛祖亲自封我为海贼王。神经病！我这6个徒弟真是非常优秀，真的是很难选，所以我们讨论决定让他们6个先群面。我们会选3个表现好的带走，另外3个呢当外包，在节约公司人力成本的前提下，帮公司争取最大利益。面试官很满意，说我们每个人的表现都超出了他的预期，然后让学历最高的狼哥通过了面试。那你在面什么？他除了自我介绍都没说话。哎呦，那一刻我才读懂群面的题目：西天取经可以从6个徒弟中带走3个。问，谁是清华毕业的？群面参与多了，我能力没有任何的提升，我道德水平直线上升。我现在坚决反对动物表演，我跟他们共情了，你知道吗？动物保护组织有一个标语我特别喜欢，说小熊不想骑车，小狗不想钻圈，我想加一句，我说小猴也不想群面了。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来，侯志远的锁票通道。小侯，你的面试经验是很丰富吗？面试经验很丰富，但是通过的经验不是很丰富。面试里面有比这个群面更荒谬的吗？啊，我之前有过一次面试就是对面的面试官很年轻，他就只比我大2岁，然后进去以后他就一直在羞辱我，就说：“哎，我只比你大2岁，但是我坐在这儿，你坐在那儿，说明年轻人还是要努力。”哇，你跟他说，但是你比我2啊。那你会怎么回答呢？这种荒谬的问题，我会试我说我要继续努力嘛，因为我是盾那边的，就不太擅长攻击。但这个真的不好说。比如说，我不知道你那个大2岁跟你恶心的那个人面试你是什么岗位？产品岗啊，那肯定很荒唐。如果是客服岗之类的呢，他有可能就想看看你是不是容易被激怒，压力面试。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不好说。但整体上，我见过很多大企业出来的 HR 喜欢这样。哎，那我就要问了，您刚才迟迟不拍灯，对，也是一种面试方法？不是，我没那么阴，我没有暗示您什么，我只是一直犹豫，我觉得这个作品呢完整度还是稍稍有一点欠缺，但中间有几个很精巧的梗是很有趣的。对，所以如果我们该3灯了，我就不拍了。
我看了一眼是2灯，所以我犹豫了一下就拍了。犹豫就是这个，不是要 PUA 他。谢谢谢谢。春春觉得哪个让你印象深我？第一个是那个学而时习之，然后但是我最喜欢的是那个他说唐僧的6个徒弟，然后这6个人，这6个人因为实在太混乱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这个设计会让这个群面的这种荒唐感更加的充足，被放大。对对对。他有一种特别温和的那种刀，你知道吧？对，你听他说话特安静，但是他里头力量特别足，而且都倍儿狠。而且职场话题都讲烂了，他每次都能讲出新意来，对，这个特别可贵。谢谢谢谢谢谢。来，卢玉，我没拍灯，其实我觉得你讲得好，而且我觉得梗是密的，但是我到最后我有一个情绪没有能够消解，为什么？就因为这个群面特别荒谬，是出题的人荒谬，但是你给到的荒谬的个体的案例是你们参加群面的人。对对对。但是后来我明白为什么你要这么讲，是因为你要说都是狗，还要分什么品种吗？因为你要最后落到你的收尾，我不要做动物，但你要解决我作为听众，我的情绪怎么被消解。明白。这个其实我之前包括跟编剧老师、跟朋友聊都有提过这个问题，就是我只提出了这个对我困难的场景，但是我没有反击它，我没有消解到这个情绪。但实际的情况就是我在那当了一圈动物，我没有反击，我就回家了。我就回去等面试通知，然后他还不给我通知，这个难受的情绪就是那样的，我消解不掉那些东西，所以我最后其实是选择把它留在那儿，就是这个是我的情绪感受。对，留在那里不看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小猴在他的这轮表演之后，他得的这个票数，请看，笑团的灯30票，最后的票数是因为没有达到290票，所以现在毛组要开始抢麦了。倒计时，2位，小猴，你的选择是？那我选王颖吧。选择的是王颖。加油加油加油！这位演员不怎么爱笑，但是很容易笑里藏刀。掌声欢迎王颖。大家好，我叫王颖，我是一个恋爱脑。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4年多了，这4年来我从来没有乱发脾气过，真的很难。我一直是有理有据的发脾气。我生气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对象他说话不太好听。我俩刚在一起1个月，有一次他突然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我发现你有点秃，你发际线有点高。”我有点生气，我拉着他的手说：“我发现你生命线有点短。”他发现我生气就会找理由，一般都是“这不就是个玩笑吗？怎么还生气啊？”你们听一下，这叫玩笑吗？这叫实话。他发现开玩笑这个借口不能平息我的怒火，他就会问：“那你想怎么样？”真的每次听到这个问题我就更生气了。我想怎么样？我想时间回到10分钟之前，你看我的时候，我跟你说，你看个头看。我还想时间回到4年之前，你告白的时候，我跟你说，你给我滚蛋。但你要说能实现的，我希望你现在能够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他还特别怕麻烦，我俩现在已经一起住了。有一次他回家的时候，我让他拐到一个地方给我带个东西回来，结果他空着手回来了。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哎呀，我忘了。”我说：“你是不是嫌麻烦故意忘的？”他说：“对。”他不是那种羞愧的对，他是那种惊喜的对。你怎么知道？就是他不觉得我戳穿了他，他觉得我懂他。在怕麻烦这一点上，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有时候吵完架，我想复盘一下，不要因为同样的原因老吵架。他觉得复盘太麻烦了，世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句俏皮话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是这句话不够俏皮。
我因为这个真的有点苦恼啊。后来和一个男生聊天，那个男生说他也特别害怕这个过程，他每次和女朋友复盘的时候，心里想的都是，如果你现在给我一个嘴巴子能解决这个事儿，那你就打。我听完之后真的豁然开朗，他女朋友解决不了，我能啊。后来有一次我和男朋友吵完架，我就跟他说，你要是真不想聊一下这个事情，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嘴巴子。我对象在那儿想了半天，说我觉得有些事情咱还是得聊清楚。我真的因为各种原因骂他，有次他就受不了，说咱有话能不能好好说，你别老骂我。我说你搞清楚，我不是能好好说话非要骂你，我其实是想弄死你，但是只骂你。我现在再也不相信网上那种鸡汤了，什么生气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制造问题。你要想好你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就是制造问题。我也不太能理解以前那种教女生谈恋爱或者经营婚姻的建议啊，我真的做不到。比如说男朋友在外面让你不开心了，你不要生气，你拉一拉他的袖子，轻声提醒他一下。我能做到的轻声提醒只有一句话，是不是给你脸了？还有流传最广的一个建议叫，想要抓住男人的心，得先抓住他的胃。这句话到底有什么道理？他都不押韵。你要是真不想让一个男人离开你，你抓住他的胃有什么用啊？你得抓住他的把柄。还有最鸡贼的一个建议叫，聪明的女人在婚姻里要学会示弱，聪明的女人怎么会在婚姻里？而且以我对上一辈婚姻的观察，女生千万不能示弱，因为女生示弱了，男的会当真，他不会觉得你人真好，他只会觉得我真厉害。这句话就叫，这个定律就叫男人像弹簧，你弱他就狂。这种押韵的话才有道理。而且我发现很少有教男生谈恋爱的，因为男生不想知道怎么经营一段关系，他们只想知道怎么追女生。以前人们总说成家立业，你成家就完了，但是对女生来说，你成家可能就完了，你就陷进去了。即使成家对男生来说很重要啊，但是我看网上一些相亲贴还是很离谱，很多男生甚至会写上爱干净。爱干净到底有什么好写的？这里又不是印度。你写爱干净，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你都不如直接写一个会喘气儿。虽然吐槽了这么多，其实我在恋爱里也有付出多的时候。我家务做的多一些，我能理解我男朋友啊，因为他单身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家务。我俩刚同居的时候，我让他把阳台晾的衣服收一下，他问我为什么要收，他说你穿的时候直接去拿呀。还有让他把脏衣服扔到脏衣篓里，他也问我脏衣服最后都要进洗衣机，为什么还要再进脏衣篓？他真的把我问住了。我有一种感觉，好像不是我发现了家务，是我发明了家务。我后来想到怎么回答他，我说那人最后都要进骨灰盒，为什么还要买房？他想了一下说有道理啊，听你的，咱以后不买房。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网瘾锁票通道开启。大老师拍灯的点非常奇怪。你说抓住男人的心就要抓住他的胃，这句话特别没有道理，因为他不押韵。大老师就拍了，哎，他永远都是这种点上，奇奇怪怪的。来，理由是？没有理由，有理由拍这干嘛？就是觉得我要拍了，因为他那个瞬间是在于这句话不讲理，他这梗也不讲理，双重不讲理就是我的理，你明白吧？就是我喜欢这种不讲理的不讲理，但是你又琢磨这话吧，好像也对，就是那劲儿特别好玩。然后我觉得给我一种冲动，我就要拍这事儿啊。哎，那有什么回忆就是特别好玩吗？就跟你说的那个气乐了。
给我气乐了。啊有一个啊，他在听电台，啊我让他小点声啊，他说他说话声音大，关我什么事儿？那你乐完了就消气儿了，还是乐完了又揍了他一顿？我边乐边揍。所以我感觉他不是呛儿，他是真的，他是真的在说这个话。是的，所以这个事情才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对，那我觉得我好幸运，我也嘴欠极了，平时。我特别喜欢王颖的风格，他是平静的那种阴阳怪气。是的，但是你听着听着就发现他那阴阳怪气其实都是讲道理的，非常有道理。谢谢。我非常喜欢王颖这一篇，他用我们时下的人能够欣赏这种审美，就是这种刚才像罗老师讲那种，就他好话其实是好像很阴阳怪气在说，但是他刚刚所有那一切全部都表达，但是一种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而且我觉得展现了一种特别新的女性可以有的样态，我反正很喜欢，我自己做不到，但我很喜欢这种样子，所以我拍灯了。谢谢。其实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脱口秀演员的表演，包括刚才在王颖表演之后大家的这个讨论。当一段脱口秀让你开始拿自己做参照物的时候，那个时候说明这就是一段优秀的脱口秀表演。再次把掌声送给王颖，感谢，谢谢。同时我们也要请小猴回到场上。我们笑笑团给出来的票数两位应该是一样的。那么在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的投票结束之后，侯志远和王颖他们两个人最终的票数是，哇，这么高，很高啊！恭喜侯志远顺利的晋级了下一轮，王颖呢要在待定区继续等待。小猴有一个在台上特别青春男大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小猴生活中应该就是一个很情绪稳定的人，他这个性格应该挺招人喜欢的。但他明明已经进入社会，被工作摧残过吧？你现在在干嘛？在写周报，因为我比较拖延，然后2点要开周会。好难受啊！好难受啊！你现在看他歌词就是。不行的，我上你了。你的会开完了吗？还在等他。我在等他。我觉得我是流动的牛马。流动的牛马。